暴雪末日，我和爸爸竟然带着狗重生了。上一世，姨母一家霸占物资害我们惨死，这一世我提前转移物资，构建仓库，反手将他们囚禁。可疯魔表弟竟挖出黑子尸体制作炸药，要拉我们同归于尽。黑暗仓库里，一场乱战拉开序幕，生死一瞬时，一只神秘黑狗突现，咬断引线。冰封末日的人性修罗场，究竟谁能活到最后？我睁开眼睛时，耳朵正传来一阵剧烈的凝痛。死丫头，都几点了还睡？下雪了也不知道起来帮忙扫雪，整天就知道吃白食。尖利的嗓音像刀子一样劈进我的耳膜，我猛地坐起身，震惊地看着床边那张刻薄的脸。姨母陈金花，我妈妈的亲妹妹，她一手叉腰，另一只手还狠狠拧着我的耳朵。姨母，我声音发颤，她嫌恶地松开手，在我被单上擦了擦，骂骂咧咧地说：“养我这么大有什么用？还不如养条狗。”命令我赶紧起来去楼下的便利店帮我妈干活。我僵在床上，茫然地环顾四周，墙上贴着我初中时痴迷的明星海报，书桌上堆着高一的课本，窗外大雪纷飞，这一切与我记忆里那个末日般的清晨严丝合缝地重合了。可是姨母怎么会在我家？还系着我妈妈的围裙。下一秒，记忆如冰崩般轰然涌回。上一世，这场暴雪是末日的开端。我家因为经营便利店储存了不少物资，姨母一家4口以投亲之名住进来，却很快反客为主。她偏心自己的儿子，把我们的食物偷偷藏起来给他们，最终导致我和妈妈活活饿死。爸爸为了给我们寻找吃的，外出后再也没能回来，而姨母一家却靠着我们囤积的物资，熬到了救援到来。我重生了，回到了这噩梦开始的第一天。发什么愣？姨母见我不动，又伸手要来拧我，我向后一躲，动作快到她来不及反应，她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指着我骂，说我吃她姐的住她姐的，还敢耍脾气，要不是看在我妈面子上，早把我赶出去了。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妈妈端着一杯热水走进来，脸上带着疲惫的笑意，让姨母清点，说我还在长身体，多睡会儿没关系。姨母立刻转身数落起妈妈，说她太惯着我，又搬出自己的儿子小峰来比较，夸赞小峰每天6点就起来读书，哪像我这样赖床。他口中的小峰其实成绩一塌糊涂，但仅仅因为是个男孩，在姨母嘴里就永远是最好的。妈妈把温水递给我，摸了摸我的额头，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发烧了，脸色怎么这么白。我看着妈妈温柔却憔悴的脸，上一世的记忆撕裂心脏，她到死都在维护这个妹妹，最后却被姨母夺走了最后一口食物，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妈，我扑进她怀里，哽咽着几乎要脱口而出，我们别再收留他们了。话未说完，楼下猛地传来爸爸一声怒吼，紧接着是表弟陈峰刺耳的尖叫。我们冲下楼，只见爸爸站在便利店仓库门口，手里攥着一把扫帚，脸色铁青。陈峰跌坐在地上，面前散落着好几袋被撕开的薯片和巧克力包装袋。爸，他偷东西！我指着陈峰，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什么叫偷？姨母立刻冲过去，把陈峰挡在身后，尖声反驳。他说小峰吃点零食怎么了？指责我家开着便利店，难道还差这几袋薯片？又转头冲着爸爸喊，说他一个大男人跟孩子计较什么？爸爸气得手都在抖，强调那是要卖的商品，而且陈峰一次就拿了10几袋。哎呀，姐夫，你这么小气干什么？一副陈建国慢悠悠的声音从客厅沙发传来，他甚至还拿着我爸珍藏的那瓶好酒，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干嘛？你们的还不就是我们的？我浑身发冷，眼前这一幕与上一世的记忆重重叠合，那种被一点点蚕食剥夺的感觉再次攥紧了心脏。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将我们推向绝境。妈妈试图缓和气氛，让陈峰下次别这样了，又转头叫我带表弟上楼写作业。写什么作业？姨母一把将儿子拉起来，语气蛮横，下这么大雪，学校都停课了。他拍拍陈峰，语气带着纵容，小峰，去玩吧，想吃啥自己拿，姨父家就是自己家。陈峰得意地瞥了我一眼，竟真的又大摇大摆走到货架前拿了2瓶可乐。我看着这一切，指甲掐进掌心。不，这一世我绝不会让悲剧在我眼前重演。就在这时，后门传来爪子挠门的声音和焦急的呜咽，所有人都愣住了。姨母皱眉问哪来的狗叫，我猛地想起什么，冲向厨房后门。打开门的瞬间，一只湿透的黑色拉布拉多扑了进来，直接把我扑倒在地，疯狂地舔我的脸，发出近乎哭泣的呜咽声。是黑子，我抱住他，眼泪再次决堤。黑子是我从小养大的狗，上一世被姨母以浪费粮食为由，在末日的第2周偷偷卖给狗肉贩子。我找到它时，只剩下一张皮挂在肉铺门口。这脏狗怎么进来了？姨母尖叫，她嚷着快把这狗赶出去，满身都是脏水。黑子听到她的声音，猛地转头，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那不是普通的狗叫，更像是充满仇恨的警告。一副陈建国也站起来，
妈妈咧咧说这畜生是不是疯了？爸爸却走过来，蹲下身看着黑子，又看了看姨母一家。他记得你们。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肯定。我抬头看向爸爸，发现他眼神复杂，有震惊，有悲伤，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明悟。爸，你也？我颤声问。爸爸沉重的点头，将手放在黑子头上。黑子没有抗拒，反而蹭了蹭他的手心，然后看向我，又看向妈妈，最后死死盯住姨母一家，发出威胁的低吼。这狗留不得！姨母被叮得发毛，说他来路不明，谁知道有没有病，让姨父赶紧把他扔出去。谁敢！我和爸爸同时站起来，妈妈被我们的反应吓到了，她有些无措地看着我们，问这是怎么了。就在这时，电视里传来紧急新闻：特大暴雪红色预警，预计降雪将持续10天，请市民做好物资储备。姨母眼睛一亮，她立刻转向妈妈，说：“姐，你听到没？这雪要下好几天呢。问我家便利店存货多不多，不够的话，让他家建国开车去多进点。只是钱嘛，要让我妈先垫上，等雪停了再说。”又来了，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说辞，他们就是用这个借口搬空了我们半个仓库。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我们还没准备好。我转向妈妈，说自己头有点晕，想回房休息。妈妈立刻担心起来，让我快回床上躺着，量个体温。我抱着黑子上楼，关门时听见姨母在楼下感慨，说妈妈就是太惯着我了，一点小事就装病，哪像他家小峰，身体结实得很。回到房间，我仔细地用毛巾给黑子擦干身体，然后紧紧抱住他，小声说：“黑子，你也重生了，对不对？”黑子舔舔我的脸，然后跳下床。他走到我衣柜前，开始用爪子挠柜门。我疑惑地打开衣柜，他立刻钻进去，在里面叼出一个旧背包，那是我上初中时用的登山包。然后他又跑到书桌下，用鼻子顶出一个铁盒子。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我小时候藏的宝贝，一把瑞士军刀，一个指南针，一捆尼龙绳，几个打火石。黑子抬头看着我，眼神异常清明。原来他记得，他什么都记得。我们要提前准备。我低声说，这一世不能再让他们得逞。黑子用爪子拍了拍我的手，像是回应，然后走到窗边，望着漫天大雪发出警示的低吼。他在提醒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晚饭后，爸爸找了个借口出门，说是去研究所拿资料。妈妈虽然担心，但被姨母缠着问东问西，无暇阻止。姐，你家这便利店一年能赚多少啊？姨母一边嗑瓜子一边问。我看货挺全的，生意应该不错吧？妈妈敷衍着说还行，够生活。够生活哪行啊？姨母立刻提高了音量，你看我们小峰马上要上高中了，择校费就要好几万，建国做生意又赔了，你这当亲姨的不得帮衬帮衬。我在厨房洗碗，听到姨母说这话时手一紧，上一世就是这种所谓的帮衬，把我们家底掏空了。客厅里，陈峰这会在打游戏，声音开得震天响。陈建国则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脚翘在茶几上，俨然一副主人做派。黑子安静地趴在我脚边，但他耳朵竖着，眼睛警惕地盯着客厅方向。大约2小时后，爸爸回来了，带回来一个大行李箱。姨母立刻凑上去，脸上堆着笑问：“姐夫，这拿的是啥好东西呀？”爸爸面不改色，平静地说：“这是所里淘汰下来的旧设备，需要维修一下。”他提着箱子上楼，经过我身边时，极快地递给我一个眼神。我会意，轻轻点了点头。等到夜深人静，姨母一家都睡下后，我悄悄去了爸妈的房间。房间里只开着一盏小台灯，行李箱打开着，里面根本不是设备，而是压缩饼干、罐头、药品、手电筒、电池，还有2把工兵铲。这是研究所的应急物资。爸爸压低声音解释说，我借口要做极端气候实验，申请领出来的。妈妈震惊地看着一箱子东西，问爸爸这是要干什么。爸爸握住妈妈的手，眼神是前所未有的严肃。他告诉妈妈，这场雪不会停，至少会下3个月，温度会降到-40度，到时候城市会瘫痪，人会为了一口吃的杀人。妈妈的脸色瞬间苍白，她声音发颤问爸爸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轻声开口回答道，因为我们已经死过1次了。我看着妈妈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告诉她，上一世我们都死在了暴雪末世，是饿死的，冻死的，更是被姨母一家害死的。妈妈听完踉跄着后退，撞在衣柜上。她摇头喃喃说不可能，金花她是我亲妹妹。爸爸冷笑一声，十分不屑，
他说什么亲妹妹，上一世就是你这个亲妹妹，把最后一块饼干藏起来给他儿子吃，眼睁睁看着欢欢饿晕过去。仿佛为了印证爸爸的话，一旁的黑子适时地发出悲伤的呜咽，他用头蹭着妈妈的手，黑子，你也重生了。妈妈蹲下抱住黑子，黑子舔舔他的脸，眼泪从狗眼中滑落。妈妈终于崩溃，捂着脸哭起来。她断断续续地说自己想起来了，想起来我躺在她怀里越来越冷，想起来黑子被强行拖走。爸爸抱住妈妈，低声安慰她说，放心，这一世不一样了，我们都回来了，我们要活下去，还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我们开始制定计划，首先不能打草惊蛇，姨母一家必须暂时稳住，否则他们闹起来会暴露我们的准备。其次，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家里和便利店都不行，太显眼。爸爸这时想到了什么，他说研究所早年有个废弃的旧仓库，在城郊，那里废弃很久了，但有发电机和深水井，最关键的是，几乎没有人记得那个地方。我问爸爸，这么多物资怎么运过去？爸爸摊开一张地图，说我们分批次，在晚上运。他租了辆货车停在朋友的车库，今晚就开始。妈妈擦干眼泪，眼神变得坚定。他说那好，大家一起努力。但他随即又露出忧虑的神情，问起姨母一家该怎么办。我提议暂时先应付他们，等我们把所有都准备好，再跟他们算账。凌晨2点，我们悄悄起床，姨母一家睡在客房，鼾声如雷。黑子担任警戒，他守在楼梯口，耳朵竖着，一有动静就会提醒我们。第一次搬运很顺利，我们运走了仓库里一半的高热量食品和所有药品。爸爸开车，我和妈妈装货，黑子望风。回来后，我们发现厨房少了3盒罐头和1瓶酒，显然是有人半夜起来过。爸爸皱着眉头说，看来是他们起疑心了。我告诉他，那我们必须加快速度。第二天雪下得更大了，路上的积雪已经没过脚踝。电视里开始呼吁市民储备物资，超市挤满了人。姨母果然坐不住了，她开始打听我家的情况，跟我妈说这雪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家里仓库还有多少存货，又说都搬回家里来才安全。妈妈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说辞，平静地告诉她说路面积雪太深了，货车开不进来。姨母一听就急了，说那怎么行，万一仓库被人偷了怎么办？他立刻指派衣服，让他下午去仓库看看，能搬多少搬多少。陈建国懒洋洋地翻个身子，抱怨下这么大雪，出去多了。姨母瞪了他一眼，骂他是个没用的东西，随即又转向我妈妈，提出一个建议，说要不把陈峰和我的房间换一下，理由是小峰那间房朝南，更暖和，而我是女孩，不怕冷，又来这套。我气得发抖，上一世他们就是用同样的借口抢走了我的房间，让我在阴冷的储物间睡了3个月。就在我准备拒绝时，爸爸的声音先一步响起，他声音冰冷地说，不行，欢欢的房间就是欢欢的，谁也不能动。姨母愣住了，随即哭闹起来，指责我们看不起他们这群穷亲戚，又搬出死去的外婆质问妈妈，问我妈忘了当初是怎么答应要照顾妹妹的，现在就这么照顾。妈妈的脸色变得难看，但她没有松口，坚持说我的房间不能动，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商量。下午，爸爸假装去研究所，其实是去仓库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我留在家里盯着姨母一家，只见陈峰在屋里翻箱倒柜，竟然在书架后面找到了我的存钱罐，想要砸开。我冲过去，一把存钱罐抢回来，说你想干什么？陈峰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说借点钱花花怎么了？还反问我家这么有钱，还在乎这点。黑子听到动静立刻冲了过来，挡在我面前，露出牙齿，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陈峰吓得连连后退，骂黑子是疯狗，高声喊叫姨母，说狗要咬我。姨母闻声从厨房冲了出来，抄起扫帚就往黑子身上打去。黑子灵活地躲开了，但扫帚打在了货架上，商品哗啦啦掉了一地。姨母尖叫起来，说反了天了，让姨父快过来把这畜生打死。陈建国慢吞吞地走过来，我一把抱起黑子，冷冷地看着他们，谁敢动黑子，我就报警。听到报警，姨母开始撒泼，让我有本事就报，说让警察来看看，我们家的狗不拴绳，差点咬伤人。就在这时，妈妈回来了，手里提着2袋米。看到这混乱的场面，她愣住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姨母立刻恶人先告状面，对我说让他管管我，我纵狗咬陈峰，把陈峰都给吓坏了。陈峰立刻装出害怕的样子。妈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黑子，最后平静地开口说黑子从来不乱咬人。她转向陈峰，直接问小峰，你是不是又欺负欢欢了？听到妈妈的话，姨母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声音拔高质问她，姐姐，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宁可相信一条狗，也不信自己的亲外甥？妈妈把米袋轻轻放下，语气平淡却坚定。她说相信我，也相信黑子。接着她转向姨母，告诉她这是我们的家，我是她的女儿，黑子是我们家的狗，
而姨母一家是客人，要守客人的规矩。空气瞬间凝固了，姨母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变得铁青。她冷笑几声，说好，好，我们一家3口一条心，他们全是外人。他高声叫陈建国和陈峰收拾东西，说要走。他以为妈妈会挽留，上一世妈妈确实会，但这一次妈妈只是点了点头，声音不咸不淡地说：外面雪大，让他们路上小心。姨母一下子僵住了，她只是客套下，不是想真的走。这会儿外面冰天雪地，去哪找我家这么舒服的地方？她立刻变脸开始苦恼，质问我妈是不是要真的赶他们走，又搬出早逝的外婆，说世上只剩下她们姐妹俩了。妈妈语气依旧平静，说没人赶他们，但要他们尊重这个家的规矩，如果做不到呢，确实不适合住一起。姨母咬咬牙，脸色又是一变，堆起假笑，说自己刚才说的是气话，一家人哪能真计较。她推了推陈峰，让他赶紧给我妈道歉。陈峰不情不愿地嘟囔了一句：小姨，对不起。这场风波看似暂时平息，但姨母离开厨房眼神里怨毒，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一般。夜里，爸爸带回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仓库基本准备好了，但他发现附近有其他人活动的痕迹，雪地上有陌生的脚印，不深，像是最近留下的，可能是流浪汉，也可能是其他寻找庇护所的人。总之，那里已经不再隐藏了。我们决定再次加快行动。爸爸眉头紧锁，问妈妈白天姨母有没有出过门。妈妈愣了下，摇头说没有。姨母一整天都在家抱怨着雪大，可我下午回来，爸爸压低声音说，看见陈建国在便利店后面的巷子附近转悠，不想路过，像是在观察什么。我心里一沉，他们可能已经起疑了，在探查。忽然，趴在我脚边的黑子突然站起来，对着窗外低吼。我凑过去看，借着月光看清对面楼顶站着个模糊的人影，那人举着望远镜也在朝我们这边看，是陈建国，他在监视我们。一股寒意直上天灵。这一世，姨母一家更加贪婪，比上一世更早露出了獠牙。第3天，积雪已经没过膝盖，楼里停电了。凌晨3点，所有灯光瞬间熄灭，暖气停止工作，寒冷如潮水般涌入房间。我听见隔壁客房传来一声尖叫声，是姨母的声音。啊，怎么都黑了？我早有准备，从床头柜摸出手电筒，黑子趴在我床边，警惕地竖着耳朵。爸妈也很快起来了，我们聚在客厅，点燃了几根应急蜡烛。姨母一家裹着被子从客房挪出来，瑟瑟发抖。陈峰哭闹着寒冷。陈建国问是不是电闸跳了，爸爸没回答，只是扭头看向窗外，外面一片漆黑。过了一会，他才说不是跳闸，是全市停电，变压器被雪压坏了。姨母顿时慌了，连声问那怎么办？电要停多久？爸爸平静地回答不知道，可能几天，也可能几周。姨母立刻转向妈妈，语气急切，她说便利店有冰柜，肯定有备用发电机，问我们家的发电机在哪。妈妈看了我一眼，我微微摇头。妈妈立刻用遗憾的语气说没有，便利店用的是商店，和居民店不一样。这当然是谎话，便利店确实有一台小发电机，但我们早就偷偷转移到了郊外的仓库。姨母脸上写满了不信，但她没再追问，只是眼神在阴影里闪烁，不知又在打什么主意。天亮后，雪暂时停了，但天空阴沉的可怕，没有电，没有网络，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世界突然变得寂静而陌生。爸爸说要去研究所看看情况，实际上是去仓库检查发电机，妈妈则留在家里应付更加焦躁的姨母一家。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黑子去便利店查看损失，卷帘门被雪埋了一半，我费劲地清理出来，打开门，货架上还有1/3商品，这都是我故意留下的。临期的零食，不太受欢迎的饮料，一些日用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早就转移了，但我还是装作清点的样子，在收银台后面记账。黑子则像个忠诚的卫士一样趴在门口，警戒四周。上午10点，第一个顾客来了，是邻居周奶奶，她拄着拐杖，颤巍巍的，老人眼神恳切，问我还有没有吃的。家里没米了，我犹豫了。上一世，周奶奶是少数没有参与抢劫的邻居之一，她甚至在自己都困难的情况下分给过我1碗粥。想了想，我还是从柜台下拿出1袋5斤装的大米，我把米递给她，告诉她这是我私下留的，让她拿去，不用给钱。周奶奶眼眶红了，推拒说这怎么行？我压低声音对她说，没事，我家毕竟是开店的，还有点存货，但我请她千万不要声张，现在情况特殊。老人连连点头，千万谢地走了。周奶娘离开不久，又陆续来了几个邻居，他们开口就要买米买面，语气急切。我指着空荡荡的货架，告诉他们对不起，所有的食物昨天就被抢光了。一个中年男人明显不信，声音拔高，质问我这怎么可能，说我家是开店的，怎么能没存货？我摊手做出无奈的样子，说真没了，不信可以自己进仓库看。
几个人冲进仓库，里面确实空空如也，只剩一些散落的空纸箱。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东西，骂骂咧咧地走了。我刚松了口气，这时黑子突然站起来，对着门外低吼。我立刻望去，看见陈建国躲在对面巷口，正朝这边张望，他又在监视。我关上门，抱着黑子坐在黑暗中，必须加快行动了。姨母一家已经起了疑心，很快就会采取行动。中午爸爸回来了，他脸色异常凝重，说仓库那边有情况，昨晚有人试图撬锁，被警报器吓跑了，但他在雪地上发现了一样东西。爸爸摊开手掌，是一枚纽扣，上面有个熟悉的 logo， 我一眼就认出这是陈建国最喜欢的那件夹克上的。我心跳加速，问：难道他们找到仓库了？爸爸认为那可能只是巧合，但我们不能再冒险等待了。他决定今晚必须把物资全部转移。妈妈忧心忡忡，问：现在姨母一家盯得这么紧，我们该怎么行动？爸爸目光落在一旁的黑子身上，说：我们需要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计划很简单，由我带着黑子假装离家出走，制造出足够大的动静，引开姨母一家的注意力，而爸妈则趁机搬运最后一批物资。听到这个计划，妈妈立刻强烈反对，认为这太危险了，担心我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会发生意外。我握住妈妈的手，告诉她我能行，而且有黑子陪着我，他比许多人都值得信赖。黑子仿佛听懂了，用头蹭着我，像是在表示赞同。下午我开始演戏，我先是在客厅里假装和妈妈大吵一架，质问妈妈凭什么把我的羽绒服给陈峰穿，那是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我故意提高音量，让客房里的姨母一家都能听见。妈妈按照剧本说陈峰只是觉得冷，我是姐姐，应该让着弟弟。我假装气哭了，大喊着我就不让，这是我的家，然后哭着跑上楼，重重摔上房门，在房间中制造出摔大物品的声响。楼下果然传来姨母开始假惺惺的劝解声，她对我妈说：孩子还小不懂事，让他别跟我生气。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让他们把注意力都吸引在这场家庭矛盾上。傍晚时分，我按照计划背着早已准备好的背包悄悄下楼，黑子无声地跟在我脚边。经过客厅时，我故意让正在偷瞄这边的姨母看见，她果然立刻出声，装作关切地问我要去哪。天都黑了，我冷冷地扔下一句不用你管，便用力推开被积雪堵上的门，一头扎进外面刀割般的寒风里。寒风裹着雪片扑面而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但脚步不敢有丝毫停顿。黑子紧紧跟着我，不时回头张望。不出所料，仅仅几分钟后，当我拐进第一个街角时，就看见陈建国鬼鬼祟祟地跟了上来。计划成功了，我故意往城西方向走，那是与仓库完全相反的方向，积雪很深，每迈一步都很艰难。黑子走在我前面，用他的身体为我开路，就这样在风雪里走了大约1公里。我闪身躲进一个废弃的报刊亭，没过多久，陈建国喘着粗气跟到了附近，他显然是跟丢了，在原地焦躁地转了几圈，最终还是骂骂咧咧地走了。确认他走远后，我才从藏身处出来，绕路前往仓库。仓库所在的工业区在城北，平时人烟稀少，在大雪和灾难下，现在更显得荒凉。那座3层红砖楼孤零零地矗立在白茫茫天地间，像一座沉默的堡垒。爸爸已经在门口焦急地张望，看到我和黑子的身影，明显松了口气。妈妈也很快从里面迎了出来。最后一批物资就堆在墙角的空地上，有食物、药品、燃料，还有几箱书和妈妈的话剧。我拍掉身上的雪，急忙问爸爸：家里那边姨妈他们没起疑吧？爸爸告诉我应该没有，陈建国跟丢我之后很快就回去了，而姨母以为我只是赌气跑出去，一时半会会回来，甚至还在家里抱怨我任性不懂事。听到这里，我一直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一些。不再多想，我们开始布置这个临时的堡垒。1楼作为主要的储藏室和工具间，2楼是生活区，3楼做瞭望台。爸爸和我用早就准备好的木板加固窗户，只留下几个观察孔。大门内侧则加装了铁栓和报警器。黑子很快熟悉了环境，他仔细嗅过每一个角落，最后选择在3楼的窗边趴下，从这里望出去视野最好，能看见整个厂区和唯一的那条路。晚上，我们围坐在一个小燃气炉旁，吃了末日以来的第一顿安心饭，罐头炖菜加热米饭，虽然很简单，但热乎乎的食物咽下去几乎让人落泪。黑子吃了狗粮和肉罐头，满足地趴在我脚边，妈妈靠在爸爸肩上，长长的叹了口气，低声说：终于我们安全了。爸爸轻轻摇了摇头，纠正道：我们只是暂时安全了。他太了解姨母的为人，说那个女人偏执又贪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们迟早会找到这里。我看向爸爸，问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爸爸的眼神逐渐冷下来，他说等，再等等，等他们自己暴露。我有些不明白，爸爸继续说，我们要等他们下无可挽回的犯错误，然后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窗外雪又开始下了，
漆黑的天幕下，雪花如鹅毛般飘落，无声无息地覆盖着这陷入冰封的世界。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姨母一家正在温暖的房子里盘算着如何找到我们，如何夺走我们的一切。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和爸爸都重生归来，猎人和猎物的位置在这一世已经悄悄兑换了。这一世，我们不会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第4天，世界彻底变了样，积雪已经齐腰深，整个城市陷入瘫痪，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救援的消息。收音机里偶尔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广播，都是坏消息。在仓库里，我们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发电机提供电力，深水井提供水源，充足的食物让我们不必挨饿。爸爸甚至用太阳能板给蓄电池充电，保证基本用电。黑子成了我们的哨兵，他每天在3楼瞭望，一有动静就会发出预警。有2次，他提前发现了试图靠近仓库的流浪汉，我们打开探照灯把那些人吓跑了。但我知道，真正的威胁不是流浪汉，而是姨母一家。第5天下午，黑子突然狂吠起来，我冲上3楼，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远处苍茫的雪地里，几个人影正艰难地挪动，一点点向着仓库逼近。我数了数，一共4个人：姨母、陈建国、陈峰，还有一个身材粗壮、从未见过的陌生男人。他们到底还是找来了。妈妈来到我身后，脸色发白，她声音发颤，说他们一定是来报复的，问我们这下该怎么办。爸爸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那个走在最前面的陌生男人。他说，那人看起来像是专业的，无论是走路的方式还是身上的装备，都和普通人在雪地里跋涉的样子不同。我凑过去看，确实，那个男人穿着一身专业的雪地冲锋衣，手里拿着一个不断发出滴滴声的东西，像是在探测什么。姨母一家则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的。爸爸放下望远镜，冷静地分析，那个男人很可能是姨母雇来的寻人侦探，专门在末世里找我们这种躲起来的家庭。我立刻问爸爸，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爸爸沉思了片刻，眼中闪过决断，说让他们来。我愣了一下，他接着解释说，既然姨母自己送上门，不念半分亲情，那我们也不必再留情面。他的意思是放姨母一家进来，然后关门打狗。我们迅速行动起来。爸爸在1楼的积雪下布置了好几个简易绊锁和套锁陷阱。我在2楼的窗口后蹲守，手里拿着自制的辣椒水喷雾。妈妈则在3楼，手边是连接着楼下几个空罐头的警报器。黑子被安排在地下室楼梯的转角阴影里，守住我们最后的退路。大约半小时后，沉重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在门外响起，接着铁门被拍得砰砰响。姨母讨人厌的声音传过来，她扯着是嗓子喊，说姐夫知道我们在里面，赶紧给他们开门，他们是来救我们一家的。我在2楼窗外几乎要冷笑出声，这种时候这样的说辞，姨母一家太不要脸了。爸爸没有开门，只是透过门缝问姨母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姨母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朝着爸爸大吼，让他少废话，快开门，说外面要冻死人了。他甚至威胁说要报警，控告爸爸非法占据公家财产。爸爸的声音依然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嘲讽，让他尽管去报，看看警察现在能不能过来。姨母瞬间噎住了。的确，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都被数米深的积雪埋葬，路早就被封死了。这时，那个陌生男人上前，他的声音异常沉稳，自我介绍说他叫王磊，是一名私家侦探，这次过来是收钱办事，说姨母一家很担心我们的安全，希望我们能回家，还说一家人有什么矛盾都可以坐下谈。爸爸直接回绝，说这是我们的家事，请他离开。但王磊显然不打算空手而回，他直接掏出一把工具，开始撬锁了。他一边动作一边解释，说收了钱就要把事办成。爸爸抬头朝2楼我的方向使了个眼色，我立刻会意，将窗口堆积的冻得结实的雪块对准下方的4人推了出去。雪块砸落，陈峰立刻尖叫起来，啊，什么东西！就在这一个刹那，爸爸猛地用力拉开铁门，但没有全开，只开了一条到仅容一个人侧身通过的缝。他站在门内的阴影里，看向姨母一家，说要谈可以，进来谈。姨母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以为爸爸屈服了，于是率先挤进来。陈建国和陈峰紧跟其后，最后是依然保持职业警惕性的王磊。就在王磊跨进门的瞬间，爸爸猛地关门，厚重的门板重新合拢，同时我拉动绳索机关，一张改装过的渔网从天而降，精准地罩住了姨母和陈峰。绊锁弹起，陈建国摔了个狗吃屎，只有王磊反应极快，躲开了渔网和绊锁，但他没躲开黑子。阴影中，黑子从货箱后面扑出来，不是咬人，而是整个身子用力地撞倒王磊，然后叼走了他手里的工具包。畜生！王磊骂了句，挣扎着想站起来，
但下一刻，爸爸的工兵铲已经抵在他脖子上，爸爸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警告他别动。此刻仓库里一片混乱，姨母和陈峰在渔网里挣扎，哭喊。陈建国试图爬起来，被我上前一步，一脚踩住背。姨母尖叫起来，问我们想干什么。他哭喊着杀人了，救命啊！这时，妈妈从楼梯上走下来，眼神里满是失望。她让姨母省省力气，说是真没想到姨母会带外人来对付自己的亲姐姐。姨母立刻变脸，语气变得哀切可怜，说这都是误会，她只是担心我们。这么大的雪，我们躲在这破仓库里多危险，让我们跟她回家，家里暖和。我打断她那令人作呕的表演，蹲下身子说，然后呢？是不是像上一世一样，把我们的物资占为己有，再看着我们饿死？姨母愣住了，她眼神闪烁，声音却装出困惑与无辜，反问我说的上一世是什么胡话。爸爸将工兵铲从王磊颈边移开，但依然保持着威慑的姿态。他冷冷地说，让姨母别再装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一清二楚。接着他转向被黑子盯着的王磊，语气不容置疑，让这位王先生尽快离开，这是我们的私人地方，他再不走，我们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了。王磊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被制服的陈家人，他十分明智地举起手，说这就走，钱也不要了，这趟浑水他不趟了。爸爸让开通往门口的路，王磊没有丝毫犹豫就走了，甚至连工具包都没拿，拉开门，身影迅速消失在门外的风雪中。现在仓库里只剩下我们和姨母一家了，我们用绳子把他们3人手脚捆住，关进1楼带铁栏杆的小隔间，那里原本是值班室，此刻成了临时牢房，关他们正合适。姨母扒着栏杆，哭得声泪俱下，她咒骂妈妈没良心，搬出早已过世的外婆，质问我妈妈忘了当初是怎么保证要照顾妹妹一辈子的，现在又是怎么残忍对她的。妈妈背对着铁窗，肩膀微微颤抖，我上前握住妈妈的手，说妈，别听她的，上一世她就是用这些话道德绑架你，最后害死了我们。妈妈深吸一口气，转过身看着铁窗里的姨母，语气异常平静，问出了一个极其犀利的问题，金花，我问你，如果现在给你一个选择，我们4个人里只能活一个，你选谁？姨母瞬间愣住了，嘴唇翕动，却说不出一个字。妈妈看着她，苦笑起来，自己说出了答案。她说姨母一定会选陈峰，就像上一世，她把最后一块饼干藏起来给儿子，哪怕是看着我饿死，也不会有分毫动摇。妈妈的声音很轻，但字字清晰。她说姨母从来就没把我当作亲人，只有她儿子才是宝贝。姨母急忙解释起来，说那是因为陈峰还小，姐姐让弟弟是天经地义，欢欢也只比小峰大2岁。妈妈突然提高了音量，那声音里压着太多疲惫与心寒。金花，我累了，我们之间的姐妹情分就到今天为止，雪停之后你们离开，永远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姨母瘫坐在地上，她终于明白，这一次妈妈是真的不会心软了，但我们还是低估了她的恶毒。半夜，我被黑子的狂吠惊醒，心脏猛地一缩。我冲下楼时，眼前的景象让我血液几乎凝固。陈建国不知用什么办法挣脱了绳子，手里攥着一根铁棍，正在疯狂砸发电机。爸爸已经扑了上，2人在机器旁边扭打，再成一团。妈妈也想过去帮忙，却被侧面阴影里窜出来的姨母从后面勒住脖子。原来姨母也挣脱了，我想也没想，急忙抄起门口的扫帚去帮忙。但陈峰从暗处冲出来，狠狠地撞在我腰上，我被撞得跌倒在地，后脑磕在泥地上，眼前一阵发黑。黑子见状立刻扑向陈峰，却被他用铁棍打中，发出一声惨叫。黑子，我目眦欲裂喊了一声。混乱中，饱受摧残的发电机爆出火花，然后发出一声闷响，彻底停止了运转，最后一点光被掐灭，整个仓库陷入黑暗。窗外雪地的反光勉强映出几个模糊的人影，姨母疯狂地笑着，她叫嚣着没了发电机，看我们怎么活，指责这一切都是妈妈先不仁，就别怪她不义，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另一边，爸爸终于制服了陈建国，但自己也受了伤，手臂流血不止。妈妈挣脱了姨母，靠在墙边剧烈的喘息咳嗽。我爬到黑子身边，他侧躺着，呼吸急促，一条后腿在不自然的抽搐。我哭着抚摸起黑子，一遍遍呼唤他的名字。陈峰趁机想往大门跑，但大门早就被爸爸反锁了。他咒骂一声，转身上楼。接着我们听到翻箱倒柜的声音，他是抢我们的储物室物资。爸爸当机立断大吼起来，命令我们快去阻止他。我和妈妈冲上楼，只见陈峰已经撬开了储藏室的门，正在疯狂地将货架上的装罐头和压缩饼干装进袋子里。妈妈冲过去想夺下袋子，却被他一把推开，后背撞在货架上，东西哗啦啦掉下来。
我捡起一个罐头，用尽全身力气朝他砸过去，罐头正中他的后背，他痛叫一声，动作顿住，随即转身瞪我说，恶狠狠地说我找死。他扑过来，我俩扭打在一起。陈峰虽然比我小2岁，但男孩的力气在拼命时大得惊人。他很快占据上风，将我死死压住，双手掐向我的脖子。就在我几乎窒息时，一个熟悉的黑影从楼梯冲上来，他不顾自己的伤势，像一道黑色闪电，径直撞向陈峰的侧腰。是黑子，他拖着受伤的后腿一跃而起，精准地咬在陈峰手臂上。陈峰顿时发出杀猪般凄厉惨叫。姨母听到儿子的叫声，立刻冲上楼，看到眼前一幕，尖叫着抄起一根木棍，狠狠砸向黑子的头。那一刻，时间仿佛变慢了。我看到木棍落下，看到黑子因为吃痛而松开嘴倒在地上，然后他便一动不动了。不，我听见自己喉咙里迸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姨母面目狰狞，举起棍子还要再打。赶来的爸爸一脚狠狠踹在他的侧腰，将他踢翻在地。陈峰捂着手臂上的伤口哭嚎，姨母爬过去抱住儿子，我整个人扑到黑子身边，他的头侧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鲜血从耳后流出来，眼睛半睁着，目光已经开始涣散。我语无伦次，眼泪滴落在他身上，按压着那可怕的伤口，哭求着黑子你不要死。妈妈拿来了急救包，我们手忙脚乱地给黑子包扎，但厚厚的纱布很快又被染红，血根本止不住。爸爸用最结实的把姨母一家重新绑起来，这次连脚踝也一并捆死。爸爸声音冰冷，他说如果黑子死了，要让姨母一家偿命。整整1夜，我们都守在黑子身边，他的呼吸越来越弱，身体越来越冷。天快亮时，黑子忽然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极其缓慢地、温柔地舔了舔我颤抖的手，接着他像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努力转过脖子，朝小隔间的方向，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模糊的却充满警告意味的咕噜声。黑子，我心脏狂跳，以为出现了奇迹。然而那声低吼之后，他眼中最后一点光熄灭了，他静静的、永远的闭上眼睛，身体在我怀里彻底不动了。我回过神，抱着黑子冰冷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妈妈从后面抱着我，也在哭。爸爸红着眼眶，猛地一拳砸在墙上。小隔间里，姨母不合时宜地发出冷笑，说不就是条狗，至于大哭小叫吗？爸爸瞬间转身，那恐怖的眼神吓得姨母立刻闭上嘴巴。那一天，我们在仓库后面的雪地埋葬了黑子，没有墓碑，只有一个小雪堆，在苍茫的白色里几乎难以辨认。但我跪在那里，对冰雪发誓，我一定会为黑子报仇。姨母一家的这个举动已经彻底触怒了我。黑子的死斩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亲情羁绊，从现在开始，我们行动起来不会再有任何顾忌。黑子死后的第3天，发电机依然没有修好，爸爸检查后发现是核心部件被陈建国砸坏了，无法修复。仓库里虽然有备用燃料，但没有电力，抽水机无法工作，我们只能融化雪水，温度持续下降，室内已经到-10°度，我们穿着所有厚衣服依然冻得发抖。而小隔间里，姨母一家的情况更惨，他们只有单薄的外套，冻得嘴唇发紫。陈峰开始发烧，说胡话，姨母终于撑不住了，开始朝妈妈哀求，求妈妈给他点药，救救正在发烧的儿子。妈妈转头看向我，我果断摇头。爸爸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冷冷地说这是报应，是他们活该。他提醒姨母，黑子死的时候，他们可没给他半点生机。姨母尖叫起来，说黑子不过是条狗，而他儿子是活生生的人。他开始呼喊着我妈妈的名字，质问妈妈真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外甥烧死。妈妈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当她在开口时，声音只剩下平静。她对姨母说陈峰的命是命，黑子的命也是命。她反问姨母，当姨母用棍子打向黑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也会疼？姨母哭喊起来，说自己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求我们大发慈悲给他点药。最终妈妈还是给了他们几片退烧药和一条毯子。妈妈说自己不是心软，只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给他们一点东西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我明白妈妈的意思，但看着窗外那个小雪堆，我的心里只有恨。陈峰的运气不错，高烧竟然退了，但陈建国开始咳嗽，咳得很厉害，没有电，没有足够的药物，他的情况越来越糟。姨母又开始闹，说赶紧放他们出去，他们要去医院治病。爸爸透过铁窗拒绝了姨母，说医院早就瘫痪了，而且他们现在出去也是死路一条，外面温度-30度，雪都2米深了。姨母大叫起来，说那他们该怎么办？指责我们是想故意困死他们一家，说我们这是在谋财害命。我走到铁窗前，紧紧盯着他的眼睛，告诉他是他们一家心想害死我们。我提起上一世，说他把最后一块饼干藏起来，明明我和妈妈饿得都站不起来了。
他还轻飘飘地说饿一两顿死不了。姨母的脸色瞬间惨白，但嘴上还想抢辩，说什么上一世，这些都是假的，是我在故意编造理由诬陷他。我却凑近窗户，压低声音拆穿他的伪装。我说姨母，你别装了，因为你也回来了，对不对？姨母的瞳孔在刹那间猛然收缩。果然，我早就觉得不对劲。姨母这一世的行为比上一世更激进，更早有预谋。原来她也重生了。我笑了，笑得很冷。难怪姨母才这么急着找我们，急着抢物资，因为她也知道这场雪会下多久，知道物资有多重要。她还想像上一世那样占我们的便宜，活到最后。被我拆穿后，姨母不再伪装，她眼神变得怨毒，说是又怎么样？她质问我们一家三口凭什么过得比她好，控诉说自己才是外婆的宝贝女儿，可外婆却把房子留给了我们，把首饰留给了我妈妈，凭什么？她恨，她不甘心。原来如此，上一世我只以为姨母是偏心贪婪，原来这背后埋藏的是对我们一家早就积怨已久。妈妈走过来说，如果真有这么多不甘，那姨母更应该堂堂正正的争，而不是用这种下作手段。至于为什么外婆把房子留给我们，是因为当时姨父做生意赔了很多钱，奶奶怕这唯一的房子也被赔出去，留给我们是希望至少在关键时刻还能接济他们一下。姨母却根本听不进去，说这些都是借口，外婆就是偏心。从小到大，妈妈成绩好，长得好看，嫁得也好，而她什么都比不上妈妈，就连现在末日来了，我们都比他们一家准备的充分。姨母的话里话外全是嫉妒和不服。爸爸声音冰冷打断他，总结道，所以他就想害死我们，还杀了黑子。姨母辩解起来，说那只是意外，他只是想吓唬一下黑子。够了，妈妈打断他，眼神彻底冷了。金花，从今往后我没有你这个妹妹，等雪停了你们就走，但走之前把黑子的命还来。姨母不屑地嘟囔起来，说就是一条破狗，还什么还？我看着他分毫不让，说必须用你们最珍贵的东西来还，哪怕是命。当天晚上，陈建国的咳嗽变成了肺痨般的声响，一声接一声，空洞的吓人。没有抗生素，他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姨母彻底慌了，她跪在铁窗前，朝妈妈磕头认错，说她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求妈妈救救建国。小峰不能没有爸爸。妈妈背对着他，一动不动。姨母又转向我，开始哀求，说她不该打黑子，更不该惦记我们家的东西。她求我劝劝妈妈，哪怕施舍一点药也好。我走到窗前，看着这个女人，不久前她还趾高气昂，现在却像条丧家之犬。我告诉她要可以给，但有3个条件。姨母眼睛一亮，我继续说，第一，他们必须原原本本说出之前所有的算计和计划，签一份白纸黑字的协议，承认他们对黑子做下的事，并且保证永远不再来骚扰我们。我顿了顿，说出最后的要求，用陈峰的那所谓的大学基金来换。姨母整个人僵在那里，脸色瞬间惨白，她嘴唇哆嗦着，挤出几个字，问我怎么会知道。陈峰成绩根本不行，只勉强够上个中专，但他一直对外吹嘘儿子要考大学，还偷偷挪用过妈妈接济他的钱，美其名曰打通关系。我看着他，只重复了4个字，问他答不答应。他的声音像断了弦，半晌没吭声。我看着他平静说，我知道的远比他想象的多得多。姨母的目光在昏迷的丈夫和虚弱的儿子之间来回扫视，最终她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咬着牙答应了所有的条件。爸爸拿来纸和笔，由我口述，姨母颤抖着写下，条款明确，他们必须承认蓄意破坏发电机、杀害黑子以及企图抢劫的事实，承诺大雪一停就立刻离开，并永不与我们联系。最后是自愿将陈峰的大学教育基金作为赔偿转让给我。签字时，姨母的手抖得厉害，墨水在纸上晕开一小团污迹，但为了丈夫的命，她还是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名字。我按照约定给了他们3天的抗生素和退烧药，外加一点食物。把协议仔细收好时，我清楚地告诉她，要记住自己写下的一切，如果反悔，我会把这份东西公之于众。我提醒她，现在的世道混乱，如果让其他幸存者知道他们是杀人犯，他们会有什么下场？姨母整个人打了个明显的寒战，没敢抬头。接下来的几天，日子显得平静了许多。陈建国吃了药，咳得不那么害人了。姨母一家蜷缩在他们的隔间里，几乎不再弄出什么动静，异常安静。接下来几天，爸爸开始埋头修理那个损坏的发电机。仓库角落里堆着些废旧设备和零件，他拆拆剪剪，竟然真的拼凑出一个简陋的手摇发电机，功率很小，
摇起来也费力，但至少能给蓄电池缓慢充电，维持最基本的一点照明和收音机的断续运作。妈妈则在盘点所有的物资，筹划更长远的日子。大雪已经毫无间断地下了整整20天，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越发严峻，说这场灾难性的雪可能会持续数月之久。妈妈低声对我说，仓库里的存量，如果我们一家3口精打细算，或许能支撑1年。但她的话停在这里，没有继续说下去。我们都知道后半句是什么。如果隔壁那3口人继续留下来，消耗的速度将会完全不同。爸爸的看法是，协议既然签了，雪停之后就让他们离开，谅他们也不敢反悔。可我内心深处始终盘旋着一丝疑虑，指望姨母那样的人遵守承诺，不如指望大雪明天就停。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多余。第30天夜里，轮到我值守。凌晨3点左右，万物俱寂，我却隐约捕捉到从小隔间那边传来一丝不同于往常的声响。那不是咳嗽或呻吟，也不是辗转反侧的动静，而是一种沉闷的持续的刮擦声，更像是挖掘。我屏住呼吸，悄悄贴近他们隔间的门板，透过那缝隙向内望去。冰冷的月光从高处的小窗渗进来，照亮了里面的景象。姨母蜷缩在墙角，背对着门，手里攥着一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勺子，正发了狠地在抠挖墙角水泥地与砖块的接缝。他在试着挖地道，他想逃走。我立刻叫醒爸妈。当我们打开隔间门时，姨母吓得浑身一抖，手里的勺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试图解释，说自己只是夜里睡不着，活动手脚。爸爸蹲下身检查墙角，那里已经被他挖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浅坑，水泥层下的红砖隐约可见，砖后面就是土层。如果放任不管，给他足够的时间，说不定真能被挖通。妈妈冷静地质问那把勺子是从哪里来的。陈峰瑟缩在角落，手里还捏着半块没吃完的馒头。答案不言而喻，勺子竟然是藏在每天给他们的食物里的。我们一时的心软和规矩的送饭，竟然给了他们藏匿和传递工具的机会。爸爸立刻沉声下令，彻底搜查。我们仔细翻查了隔间的每一个角落，结果令人心寒。在陈建国的鞋底夹层里，找到了磨尖的半个刀片，在他们破毯子的夹缝中，抽出了几个拧在一起，一头磨出尖刺的铁丝。原来他们从未安分，一直在暗中准备，计划的不只是逃跑，很可能还包括反击。一直沉默的姨母这时忽然笑了起来，她嘲弄地说，那份协议就是废纸，等他们出去就一把火烧掉。她冲着妈妈喊说，别以为赢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让我们家好过。最后一点伪装的假面也被他亲手撕得粉碎。爸爸看着眼前彻底露出獠牙的一家人，眼神里最后的一丝犹豫和怜悯终于彻底熄灭了。他平静地说道，既然如此，就怪不得我们了。我们将姨母一家分开囚禁，陈建国被单独关回原来的小隔间，而姨母和陈峰则被转移到了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不透光线，只有一盏靠蓄电池供电的昏暗应急灯。我们决定每天只给他们一顿勉强维持生存的食物。姨母在地下室里嘶吼，用头撞门，叫喊着这是非法拘禁。我站在门外，隔着一层厚重的木板告诉他，如今早已没有什么法律了，现在唯一的规则就是生存。既然他们选择了与我们为敌，就必须承担这个后果。日子在死寂与风雪声中缓慢流逝，收音机偶尔会传来断断续续的消息，说政府在试图组织救援，但进展极为缓慢。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这场大雪中凝固停顿。第45天，陈建国死了，死于持续的虚弱和并发症。我们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僵硬冰冷。当姨母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像彻底疯了一样，用身体疯狂地撞击、踢打地下室的门，整夜都能听到他凄厉的哭嚎与咒骂。一切声响突然停止了，但当我们从门缝观察时，能看到他那双眼睛里面翻涌的东西不再是人该有的情绪，而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冰冷。陈峰也开始不对劲，他常常缩在角落里自言自语，时而痴痴低笑，时而莫名其妙的抽泣。寒冷、饥饿以及无休止的恐惧显然已经摧毁了这个年轻男孩的心智，而经历了这一切的我们也在悄然改变。妈妈眼神里的最后一丝犹豫的温软消失了，她亲手计算并再次削减了给那对母子的食物配额。爸爸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默，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加固仓库的每一处防御，默默制作更多自卫的工具。至于我已经变得彻底冷漠，即便看到姨母在地下室里那副非人的模样，我的心里也激不起半分波澜。黑子的死仿佛也带走了我们心里最后一点仁慈。
第60天，雪终于小了，铅灰色的天空透出久违的光。虽然严寒依旧，但漫天的雪花总算停了。收音机里传来确切的好消息，主干道已被打通，救援正分区展开，预计1周内就会抵达我们这片区域。希望似乎真的来了，可地下室里还关着2个未解的难题。雪停后的第3天，我们隐约听到了螺旋桨的声音，救援真的来了。爸爸用短波电台联络上了救援队，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和基本情况。对方询问幸存者人数，爸爸看向我，我摇了摇头，3个。爸爸回答，我妻子和女儿。他语气平稳地补充，附近已没有其他需要救助的人员。结束通话后，屋内一片沉默，地下室的撞击声与姨母嘶哑的放我们出去的叫喊隐约传来。妈妈闭上眼，问我们该如何处理。我说带他们一起走，交给救援队，让法律决定他们的命运。爸爸提起那份协议，有些犹豫。我摇了摇头，协议早已失去约束，况且我心里清楚，黑子的仇远不是让他们接受审判就能了结的。我们打开了地下室的门，姨母和陈峰蜷缩在角落的阴影里，像2只瘦骨嶙峋的困兽。60天的囚禁让他们脱了形，眼神浑浊而呆滞。我告诉他们救援来了，明天会带他们一起离开。姨母枯槁的脸上闪过一丝光亮，但立刻转为警惕，嘶声质疑我们是否真有这样好心。父亲冷冷的回应，信不信由他，但如果敢闹事，就把他们永远留在这里。姨母不再说话，只是死死盯着我们。她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夜里，我们最后一次清点能带走的物资，仓库里还会剩下一些，以备不时之需。我毫无睡意，独自走到埋葬黑子的地方。积雪变薄了，我用手扒开冰冷的雪层，想最后看看他，可雪下只有冻硬的泥土。黑子的尸体不见了，一股寒意瞬间窜遍全身。我冲回仓库，声音发颤地告诉父母这个发现。我们都惊呆了。60天酷寒之下，尸体绝不可能自然消失，唯一的解释是被人动过了。父亲立刻抓起武器，我们彻底搜查了仓库每个角落，却一无所获。最后，在地下室门口，我看到了一小点不易察觉的泥痕，这是从外面带进来的。他们出去过，我的声音控制不住的发颤。他们挖通了地道，我们冲回地下室，姨母和陈峰仍然蜷在角落，可仔细看去，那不过是堆叠起来的衣服和杂物伪装的假人。角落的墙壁上，一个被草草掩盖的洞口赫然在目，洞口不大，但足够一个瘦削的人钻出去。他们早就跑了。父亲的眼睛瞬间红了，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追。我们冲出仓库，清冷的月光下，雪地里的2串新鲜脚印格外刺眼，一大一小，蜿蜒着通向工业区的更深处。父亲果断决定分头找，他让我和母亲一组，他自己单独一组，并急促地叮嘱我们务必小心，他们手里可能有武器。我和母亲沿着脚印追赶，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他们带走了黑子的尸体，到底想做什么？脚印在一处废弃的车间外消失了，生锈的铁门虚掩着，里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我低声对母亲说，我进去看看。母亲用力握住我的手，眼神坚定，要和我一起。我们轻轻推开门，车间里堆满了庞大生锈的机器，在昏暗中如同巨兽的骨架。破碎的窗户漏下几缕惨淡的月光，在地上投出诡异扭曲的光影。我喊了姨母和陈峰的名字，没有任何回应。突然，角落传来响动，我们猛地转头，只见一个黑影举着铁棍，疯狂地朝我们扑来。是陈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骇人的光，嘴里不住地嘶吼着，要杀了我们。母亲将我推开，铁棍擦着她的肩膀，狠狠砸在旁边的机器上，发出刺耳的巨响。我立刻抓起地上一截生锈的钢管反击，与陈峰扭打在一起。陈峰瘦的只剩一把骨头，可疯子的力气往往很大。他掐住我的脖子，我几乎无法呼吸，视线开始模糊。我听见母亲焦急地喊我的名字，她想冲过来帮忙，却被陈峰一脚踹开，摔倒在地。就在我眼前阵阵发黑时，一个黑影从旁边堆叠的货箱后猛地窜出，狠狠撞在陈峰身上。那一瞬间，我几乎以为是黑子，但不可能。月光照亮了他的样子，那确实是一只黑狗，但比黑子瘦小，毛色也更杂。他的眼神却异常凶狠，死死咬住了陈峰的手臂不放。陈峰发出惨叫，松开了我瘫倒在地，剧烈的咳嗽。看见母亲挣扎着爬起来，却跑向了墙角。她扶起那里被捆住手脚，嘴里塞着破布的姨母。母亲惊讶地叫着姨母的名字，姨母拼命摇头，眼神里没有怨恨，只有深深的恐惧和急切。我完全愣住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另一边，陈峰被黑狗撕咬得满地翻滚，却突然爆发出癫狂的笑声，喊着要我们都死给黑子陪葬。他一把扯开自己破烂的外套，竟然在腰上绑着一整圈被掏空了的肉罐头壳，里面塞满了黑色的粉末，那是火药。他用从我们仓库里拿走的烟花爆竹自制了炸药。
姨母吐出嘴里的破布，声音带着哭腔。他说陈峰彻底疯了，挖出了黑子的尸体，口口声声要为其报仇，他根本拦不住。我明白了，漫长的囚禁摧毁了这少年的理智，他将所有怨恨都扭曲地归咎于我们，甚至偏执地将黑子幻想为自己的朋友。我试着喊他的名字，让他冷静，可他猛地掏出打火机，火苗在黑暗中映亮了他的脸。他嘶吼着不许靠近，叫嚣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死，包括他那没用的妈。他怨恨地瞪向姨母，咒骂一切都是因为他贪心，因为他不如我母亲厉害，才让他们落得如此境地。姨母瘫软在地，发出崩溃的哭声。就在这时，父亲赶到了车间门口，手中的弩箭直指陈峰，厉声命令他放下打火机。陈峰转过身，脸上是一种极端癫狂的笑容，喊着正好全都到齐了。下一秒，他点燃了炸药的引线，痴痴燃烧的火花急速缩短。千钧一发之际，那只陌生的黑狗再次跃起，没有攻击人，而是拼命咬向痴痴作响的引信，猛地一扯，引信被硬生生扯断了。但陈峰重重一脚将他踢开，他哀鸣着撞上生锈的机器，倒在阴影里不动了。与此同时，父亲扣动了扳机，弩箭射中了陈峰的肩膀，他惨叫着倒下，缠在腰间的罐头和火药散落一地。危机解除后，我们全都瘫坐在地，浑身脱力，只能听到彼此的喘息。冰冷的月光下，车间里一片狼藉，陈峰昏迷不醒，姨母掩面哭泣，而那只不知从何而来的黑狗静静躺在血泊之中。母亲轻声说，是那只狗救了我们。我走近他观察，他还活着，仍在艰难地喘息，但伤势显然很重。他的眼神异常平静地望着我，尾巴微弱地晃动了一下。我不明白他为何要这样做。父亲说，或许他也曾有过主人，也曾被遗弃过。动物有时比人更懂得何为恩义。我们为这只黑狗包扎了伤口，它顽强地活了下来。陈峰被牢牢捆住，他的疯狂已不是我们能够处理的，需要专业的救治。姨母跪在母亲面前，这一次的磕头与认错浸透着真实的悔恨。她痛哭流涕，承认了自己的贪婪、嫉妒，承认了对黑子所做的一切，说自己罪有应得。母亲扶起了他，没有拥抱，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母亲告诉他，等救援队到了，去自首吧。陈峰需要治疗，而他自己也需要赎罪。姨母流着泪用力点头。第二天救援队如期抵达，我们说明了全部情况，姨母也主动交代了一切。他们母子被救援队带走了。临上车前，姨母回头看了我们最后一眼，那眼神极其复杂，悔恨、羡慕以及一丝解脱般的释然交织在一起。他对母亲说，保重。母亲点了点头。在他转身的瞬间，我清晰地看见了他眼角闪烁的泪光。我们带着有限的物资和那只救了我们性命的黑狗登上了另一辆救援车。当车辆缓缓驶离工业区时，我回头望去，那座仓库在苍茫雪地中逐渐变小，最终成为一个模糊的灰点。它像一座冰冷的墓碑，静静埋葬了这60个日夜里的所有恐惧与恩怨。途中，母亲轻抚着黑狗的头，提议给它起个名字。我想了想，说就叫希望吧。黑狗似乎听懂了，它转过头，温热的舌头轻轻舔了舔我的手，尾巴缓缓摇动。车辆向着救援集结点驶去，驶向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未来。但这一次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并且有了一个新的沉默而忠诚的成员。大雪虽已停歇，但严冬远未结束。然而我心中相信，只要还能守住心底的光亮，在漫长寒冷的冬天也终会过去。有些教训需要用一生去铭记。亲情并非可以无限透支的凭证，人心也并非永恒不变的磐石。在这残酷的时势里，最终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和那些真正爱你并能与你并肩的生命。黑子，请你安息，你的公道我们讨回了。希望欢迎加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